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密。今天節目大主題，伊朗全面開掛。今天來看到的是無人機升級之外，海巴爾狂轟，還有它的肩射飛彈來做伏擊哦。美軍的部分包括它的武器 ATACMS、PRSM 都已經快速的耗盡了，包括了薩德跟愛國者現在說也見底了。另外，今天也會來關心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收費站的方式，已經正式出爐了。這樣的機制到底是如何來運作呢？今天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先歡迎在場來賓陳立偉、孫大千委員，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密好，觀眾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思密好，大家晚安。好，觀眾朋友，我們的環球大戰線的這個會員頻道已經成立了，歡迎觀眾朋友幫我們按下加入，就可以成為我們的戰友。今天一樣的節目一開始前，先幫我們節目按讚，並且分享，留言區寫下思密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一樣我會來親自的做回復。現在來看到的是中東戰局出現了一個驚人的反轉，因為來自於美國的情報單位最新的研判，在這一場跟中東地區不同的戰爭，就是在這一場的俄烏戰爭了。俄軍把烏克蘭在這場戰爭當中所學到的東西，大量的實戰的經驗，給他套到了伊朗的見證者無人機上面去了。那麼他是怎麼樣來做的呢？烏克蘭當時在跟俄羅斯在跟烏克蘭打的時候，包括了烏克蘭祭出它的電子干擾啊、防空攔截跟戰場反制。現在呢，俄羅斯都把這一套東西給全面學起來了。怎麼學呢？包括了說，每一次烏軍來做干擾的時候，俄羅斯就會修正一次它的導航；每一次被防空系統擊落的時候，俄軍就會調整它的高度跟航線。那麼每一次成功破防有關於這個防空網的時候，他就把這個經驗複製到無人機上面。所以現在等於說，這一套實際的作戰系統，俄羅斯已經完全的都把它交給了伊朗，尤其是用在無人機上面的使用。大家以為說，難道只有無人機嗎？事實上，俄羅斯提供給伊朗的遠遠不止於如此而已，還包括提供給伊朗它的這個長程的打擊能力，提供的就是這些目標的情報跟作戰的經驗等等。好，這個是來自於美方最新的消息。再來，我們看到伊朗還有透過飛彈繼續的快速的攻擊美軍的前線基地，這當中包括了今天特別來看的海巴爾破壞者飛彈，射程大約是1000多公里，機動性非常的強，而且它的特點就是它可以利用卡車快速的移動部署發射，美以很難提前鎖定到他們的發射陣地。再來就是它的末端的機動性非常的強，而且非常的快速，是讓美國的防空系統幾乎是沒有辦法把它攔截下來的。最後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價格非常的低廉。剛剛講的這一切都是伊朗在攻勢上面的一個優勢。現在來看到伊朗在守勢上面又有什麼樣的攻勢？因為呢，伊朗在過去這場戰爭當中，它比較大的弱點就是在它的低空上面的防空系統了。所以它現在怎麼來做補強呢？我們先來看到伊朗這邊跟中國大陸採購了250套，這個叫做前衛12，總價高達了9000萬美元。那麼預計呢，還除了前衛的之外呢，另外一個防空系統還有說，在接下來幾週之內，就會從中國大陸這邊來進400套的中置人攜式的防空武器系統。我們先來看到第一款這個武器哦，這個前衛12，它有哪一些重點？包括的射程部分高達了6公里哦，射程非常的遠。那麼射高4公里，具備抗電子干擾的能力，可以低空的打擊，包括了直升機、無人機、巡弋飛彈跟戰機等等。那麼現在美軍最擔心的事情是說，如果它有數百套這種類似的肩射飛彈的話，代表伊朗可以在低空慢慢的部署，把它全部布滿，那麼到時候就會布滿各式的伏擊點在他們的低空的這些空域上面了。另外一方面，烏克蘭看到了現在伊朗的強勢進攻，現在是怕了嗎？我們要來看到最新消息哦，烏克蘭打擊了一艘涉嫌運送俄羅斯跟伊朗的軍事物資的船隻之後，伊朗就說好，沒關係，你敢打是不是？那我就要來做報復了。結果沒有想到烏克蘭立刻是道歉，並且認錯了。好，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伊朗現在的攻擊端有升級版的，剛剛我們特別提到了這個無人機，有俄羅斯交給他的這個無人機，還有俄方的情報機構，再來這一款海巴爾飛彈。那麼在手勢上面
防守的守，則有中國製的這一種肩射飛彈，補足在低空上面它過去的弱點。這些武力對於美軍來說，接下來會構成多大的立體性威脅？委員怎麼看？對，很顯然的，伊朗在過去這20-30年所準備的這個對美國作戰的一些相關的方案跟計劃，在這一次的美以伊戰爭裡頭已經得到了印證了。那麼也看到了這個成功的狀況。那麼伊朗在最早開始的時候，它是用以下式對上式的方法哦，所以你看到伊朗用了很多低階的導彈跟這個大量的廉價無人機。用下式來癱瘓掉了美軍在這個波斯灣當時這個最引以為傲的雷達防空系統，甚至消耗掉大量的防空飛彈哦，所以你就會看到美國現在的這個愛國者飛彈從戰前的2200到2330枚，現在已經快速的減少了65%了，只剩下大概759枚到827枚哦。那這個量已經是少到大概僅只能夠這個維護美國本土跟一些重要的基地了。那麼從哪一點可以看得出來呢？從大家如果看另外一則新聞，其實俄羅斯在前幾天對烏克蘭基輔發動了一波大規模的打擊，那一波他射了35枚導彈哦，然後發動了185架的無人機，結果這個烏克蘭的基輔只攔截下了1枚，34枚都擊中了。為什麼只攔截下1枚？因為愛國者飛彈沒了。就沒有足夠的防空飛彈了，所以大家就可以了解說，現在美國在這個防空體系上，愛國者飛彈已經吃緊。薩德在戰前有452枚，現在只剩下最多到278枚，減少了將近30%到50%之間了哦。而且更重要的是，各位知道，愛國者飛彈一年只能產183枚，然後呢，從下單到交付要三年半。所以你現在要補足，恐怕也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了。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美軍想要去做這個戰力的投射的時候呢，這個伊朗又非常有效的去打擊了美軍在整個波斯灣地區的基地啊。我曾經幫大家盤點過一次嘛，從波斯灣一路打到了紅海哦。所以現在美軍的 F-35只能用以色列的基地起飛了，因為約旦的基地已經癱瘓了。那這個波斯灣沿岸的這些，要麼就是不給美國用哦，那麼要麼就是已經被打爛了哦。所以美國在兵力投射上也有問題。那麼更不要講說美國自己的攻擊力量也發生了匱乏的狀況。我剛才說兵力投射有問題，你的空軍沒有辦法快速的去攻擊，然後去轟炸，但是你遠程的攻擊也有問題啊。各位知道那個戰斧巡弋飛彈是美國最愛用的，在戰前啊，美國大概有3000枚到4500枚。現在只剩下2000枚，所以耗掉多少？耗掉1000到1500枚，所以戰斧飛彈要回到戰前的水準，要到2031年，美國才能夠補足的，所以在這個時刻，你要用這個戰斧飛彈去攻擊有困難，你要用空軍去進行轟炸也有困難，然後再加上剛才思敏給大家提到的，中國大陸現在在這個低空的防空這個系統上也賣到了伊朗去，所以伊朗也補足了它低空防空的這個能力。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現在美國的空軍到伊朗上空去執行攻擊和打擊任務，是一個很冒險的行為哦。那麼也正因為如此，在這個戰場裡，美軍現在已經幾乎陷入了一個想不出任何辦法的一個困境了，所以川普才會要求他的內閣各位說，有沒有一些有創意的方法哦，可以解決現在這個狀況，可以盡快讓伊朗來進行談判。現在已經走到要有創意的方法了，各位就可以了解說，傳統的作戰的一些相關的手段，基本上川普已經都用盡了，所以現在美國對伊朗這場戰爭哦，已經是束手無策了。好，對，特別是在美軍的空優部分哦，隨着這個伊朗方面，它不斷的強化它在空中的優勢，來自於俄羅斯跟這個中國大陸的技術，還有來自於俄羅斯的各種情報系統，甚至是無人機之後，我們看到美軍的空優現在在消失之外，包括了它的這一些防空的相關的武器正在消耗殆盡當中。如果委員剛剛幫我們統計起來哦，包括現在愛國者飛彈損失消耗的幅度已經高達65%，薩德消耗大約是80%。另外就是剛剛講的這些都是比較是防禦性的武器。那如果來講是攻擊性的武器，其實也在快速的消耗當中。特別今天看到的是消耗了大量的2款陸基型長程精準武器，包括了他們很關鍵的 ATACMS 陸軍戰術飛彈，還有另外一款是 PRSM 精準打擊飛彈。這些武器對於美軍來說之所以特別重要，因為它可以遠距離的攻擊伊朗的它的眼睛，包括了它的飛彈，
它的雷達系統等等，還有它很重要的指揮中心，現在這些不管是攻或守的飛彈都已經呈現不足了。所以呢，來自於知情人士特別講的，川普之所以在幾週前，在近期突然間要停止這一場對於伊朗的攻擊，原因就是很多的軍方高層告訴川普說，我們現在的武器已經不足夠了，沒有辦法再繼續這樣子大量的消耗了。幹哥怎麼看？大千說什麼最有創意，要用有創意的方式能不能解決伊朗？那就派地面部隊嘛，最有創意了，最原始，最有效。你行嗎？你做得到嗎？你要花多少錢？你要花多少兵力？你要冒多大的風險？因為地面入侵的話，那就是就實打實了啊！你要上了人家的岸的話，那你就要考慮到的層面可能會有幾百項，而不是派飛機去。現在連派飛機都很危險的，為什麼？因為伊朗的防空系統經過中國的加持以及俄羅斯的支援之後，你會發現進得去不一定能夠出得來，所以現在就變得說，愛國者飛彈是很重要的。可是美國已經耗掉了65%，耗在哪裡？耗在俄烏戰場，因為俄烏戰場用掉太多愛國者。烏克蘭國防部到最後說不可以再用愛國者了，為什麼？用愛國者這樣的飛彈去攔截見證者136那種無人機，那簡直是你就說我今天殺雞要用牛刀，那我去攔這個低階的無人機跟飛彈，我卻要用非常高級的防空飛彈去攔，所以這樣子永遠不是一個划算的舉動。那現在我們特別要講到2種飛彈，就是大家很熟悉 ATACMS 陸軍戰術飛彈，是在俄烏戰場上面大放異彩。烏克蘭軍方用了這飛彈之後非常滿意，它的射程是300公里，然後烏克蘭一直很想拿來打哪裡？拿來打那個莫斯科，但是美國說絕對不可以打莫斯科。好，陸軍戰術飛彈因為在俄烏戰場上的成功，所以讓美國更加的快速去研發一種能夠取代它的飛彈，叫做 PRSM， 叫做精準打擊飛彈，它就是要取代陸軍戰術飛彈的。那 PRSM 這個飛彈呢，不能再給你烏克蘭了，為什麼？它太貴了，因為它剛剛服役，於是就用在了史詩怒火，也就是2月的史詩怒火，是因為它還在什麼？它還在試驗階段，它不是真正成軍，但是後來打下去之後，發現 PRSM 非常好，非常能夠滿足軍方的要求。但是 PRSM 從2021年開始量產到現在，只不過380枚而已。所以你大家要曉得說，怎麼那麼少？因為國防會計年度它有預算的，然後1年只能夠生產100多枚、100多枚、100多枚。那現在突然打掉了多少？快要300枚。所以 PRSM 它甚至才剛剛成軍，它就已經打掉了德黑蘭非常多。據信哈米內伊就是他的那個前領導人，很可能就是被 PRSM 給打死的。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根本就彈藥是不夠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承諾完全要全面擴大生產線，但是實際上是做不來的。為什麼？就算你現在有錢去建廠，但是你沒有人去生產，這些都是環環相扣的問題。所以大家看到這邊為止，你就會發現說，哦，原來美國現在面臨這麼大的問題。那剛剛也有提到，戰斧飛彈，戰斧巡弋飛彈，其實老實講是美國，武器庫裡面最多的，也是最通用，也是數量，就是說最安全的。可是美國的後續生產沒有跟上來，大家就曉得說，你一定要趕快跟上來。這些事情講的都已經超過半年以上，可是川普的政府有沒有真正在做？其實我們都觀察到，沒有真正在做。因為什麼？因為這牽涉到國防法案，然後他要趕快進行彈藥庫的補足的話，其實老實講，要到下一個會計年度，到了下一個會計年度，對不起，伊朗的飛彈更多，中國的飛彈也會更多，這才是重點。好，那在這個之際美國武器庫缺乏之際，
是不是等於說伊朗現在更握有談判的空間了呢？尤其是伊朗最在意的荷姆茲海峽的這個談判，目前還是跟阿曼一起來進行協商。那來自於《紐約時報》特別做的報道說，預估呢接下來很快的60天之內就會有一個新的協商的方案了。那現在根據了解，接下來伊朗可能會對這個船舶收取所謂的服務費。那伊朗還說呢，接下來這個服務費的收取船舶費用是我跟阿曼去分的，而且是5-5分。那你美國呢是完全的排除在外，非常的諷刺。國際危機組織伊朗計劃主任他這樣說，他說如果說真的伊朗接下來跟阿曼達成了一個協議之後，德黑蘭的戰略地位將會勝於戰前。那代表美國中東霸主地位已經慢慢的不在了，甚至說大倒退嗎？上次哥怎麼評估？好，這幾天呢，國際油價就迅速的回落到大概81塊美金左右。然後除此之外，黃金也回漲哈。那麼這個狀況都是因為感覺起來，這個消息就是荷姆茲海峽是不是要穩定可以通船的呢？這個消息最早其實是來自於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那貝森特在接受美國的一個媒體訪問的時候，就問他說荷姆茲会不會開？就貝森特，大家可以去上網去看一下。貝森特說很快就會有一個具體開放的結果。你知道他整個過程結巴巴到一個難以想，然後之後就覺得他那個結巴巴，然後又說不確定等等的。但畢竟還是貝森特話一說，所以剛剛講馬上就油價就下跌了。然後馬上美國當中就有媒體披露說，這個部分伊朗跟美國可能會談到一個60天的自由航行的可能性。現在大概國際間來自於美國方面消息都這麼說。好。但伊朗馬上就說完全沒這回事。現在唯獨在進行的就是他們跟阿曼的談判，但是現在有沒有談判繼續到收錢啊？只是說會有一個新的航道，也就是說現在舊的航道可能會推翻，所以這個新的航道感覺起來他們表示談的有點複雜一點，讓外界不知所由啊。但無論如何，現在看起來的話，伊朗還是想盡辦法要把荷姆茲海峽這個通航權要控制在他跟阿曼，尤其是他自己的手裡。那這個做法就基本上就等於是打了美國總統川普臉，也就是說，這次的美伊戰爭，如果最終荷姆茲海峽是在伊朗的控制手上，美國基本上等於輸掉一半了哦。而且不得不說，這整個過程裡頭可以看到，從伊朗在這次戰爭以來，他是美國打他的，可他在軍事上當中越打越好，各方面的這個打的方式啦，無論炸美國空軍基地、打中東的其他的美國盟國，乃至現在越打越有新武器。軍事當中，這個戰略跟戰術跟武器都很厲害。其實當然厲害的部分就是經濟手段。荷姆茲海峽控制這件事情，過去大家都不知道荷姆茲海峽的嚴重性啊，但這次基本上就讓這個美伊戰爭抓着這個經濟跟能源的命脈，號令全世界的經濟的動盪來一起對抗美國。但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政治手段。我們看這幾天除了這個美伊戰爭的這個零星炮火之外，伊朗在做什麼事呢？他打電話給很多的國家，包括英國、包括烏克蘭、包括保加利亞、阿塞拜然等等。那麼這幾天呢，其實就是包括英國、包括烏克蘭都回話來跟他講說，他們不會介入接下來美國最後川普的這個終極戰爭哦。所以你看看這個政治手段就不止在打仗而已，他用放狠話。你看烏克蘭最後是澤倫斯基跟他道歉呢，而且澤倫斯基也表達說會賠償他們在裡海當中炸了這個伊朗的部分的船。現在要讓澤倫斯基低頭是多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你看，伊朗從軍事、經濟乃至於政治、外交穿梭手段，可不只有在戰場上的表現而已。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